面包。各位同学，你喜欢吃米制品还是麦制品呢？以前我在实体的课堂上问这个问题，让我吃惊的是，大家居然以为我在问大家喜不喜欢吃燕麦片。对大家来说，生活中听到的麦制品就是燕麦片。请同学想想看，中文这个“麦”字应用到多少字当中？例如面条、面粉、面包等。面这个字的部首就是麦，代表这些是麦子做的。还有餐饮系大四的学生不知道小麦粉就是面粉，我吓一跳，反问他：“哎，你没想过面粉怎么来的吗？”他回答我：就去买面粉，不知道是什么。”最后，请大家仔细看一下"麦"这个字怎么写。虽然在中文中"来"这个字的确和"麦"字有关，很多人就以为上面是来去的"来"字，其实不是哦。这堂课由面粉谈起，我们就来谈谈红豆面包吧。要谈红豆面包，要先介绍什么是面包。这个单元的学习重点有以下3点：第一，认识面包，并思考面包的意义；第二，了解日本创造出红豆面包的历史，由此了解饮食文化反映出某个时代的社会价值，而不是在真空中发明出来的。日本的面包融合了来自中国的糖果子和欧洲的南蛮果子的概念。第三，学习麦子的知识，并且了解台湾小麦供应情形。面包的定义。自从吴宝春先生2010年参加法国世界面包大赛夺得冠军后，台湾许多面包店都开始贩售欧式面包。根据我的观察，许多面包只是号称欧式，其实又软又甜。那是因为在台湾，许多人已习惯了口感软软甜甜的面包，吃不惯干干硬硬的欧式面包。顺便讲一下，欧式面包就像我们的米饭，是当主食吃的，所以里面不用加太多油和糖，甚至完全不加油和糖，而且偏好用全麦制作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究竟什么是面包呢？维基百科上这样定义：所谓面包，就是以黑麦、小麦等粮食作物为基本原料，先磨成粉，再加入水、盐、酵母等和面，并制成面团坯料，然后再以烘、烤、蒸、煎等方式加热制成的食品。这样的说法，你一定会觉得，用这些食材和加工方式，也可以定义饼干和蛋糕这些食物吧？这个定义有2点值得注意。第一，面包的原料来自特定的谷类磨成粉再制作。第二，加热的方式是去除内部的部分水分，让最终成品能有固定的形状。关于第一点，把谷类磨成粉，为什么不像吃米饭那样砾石呢？因为所有的麦类口感都比较硬，所以人类偏好磨细，以粉食方式进食。关于第二点，以烘、烤、蒸、煎等方式加热，这涉及了2个因素。第一个当然是文化偏好，同样的面食，中国的水饺、云吞等是放在水里面煮熟的。不过，文化偏好和物质技术能力有关。比方说，中国人因为有能力制造出耐高温的瓷器，所以会泡茶。
如果没有能力制造特定的餐具或厨具，就无法做出某些食物。我们来看一下英文面包这个字，在牛津字典上定义是这样的。A type of food made from flour, water, and usually yeast mixed together and baked. 意思是一种由面粉、水，并通常加入酵母混合，再烘烤而成的食物。面包通常是一大条，要切成小块食用。我记得我国中的英文课，老师一直强调，面包是不可数名词，一条面包是 a loaf of bread， 如果切成一片一片的，就是 a slice of bread 或 a piece of bread。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常识，大家常弄错。很多人把一片一片的面包称为吐司，其实吐司也就是 toast， 是指烤过的面包，所以没烤过的面包是 bread， 烤过的是 toast。烤面包机就是 toaster 哦。现在老师来介绍一个英国很有名的故事。首先，各位要知道，英国的正式名称是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，常简称为联合王国或不列颠。它是英格兰、苏格兰、威尔斯、北爱尔兰这些国家联合在一起，共用一个君主。请看这张地图，左边的岛，北方现在是属于联合王国的北爱尔兰，右边的岛叫不列颠，上面有苏格兰、英格兰和威尔斯。我们说的英语其实是英格兰那个地方使用的语言，大概是在西元5世纪之后，盎格鲁人和萨克逊人入侵，就把这语言带入，后来在西萨克森那里渐成主流。不过那种老英文，一般人是看不懂的。那个时代，在不列颠上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王国。来自北欧的维京人经常来打劫，让大家苦不堪言。英格兰所有的王国都被灭了，只剩下 Wessex 威塞克斯王国苦撑着。有个叫阿特尔尼的小岛，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最后的防线，仅剩的一点兵力逃到这个沼泽小岛上。西元878年的冬天，好冷啊！领导这些军人的威塞克斯国王，就是后来被称为 Alfred the Great 的阿佛列大王。在这个小岛上，这些人得依靠当地百姓接济食物。当时，阿佛列遇到了一个农人的妻子，这位女性可不认识这个看起来有点落魄的男人，就要求阿佛列帮我顾一下在炉子上烤的蛋糕。但是阿佛列脑袋中想的是如何打胜仗，他整理着弓箭和其他军用品，一不留神，蛋糕就烤焦了，然后就被这女人臭骂了一顿。看起来他很逊，对不对？不过阿弗列重整兵马，打败了维京人，双方签了和平协议。后来阿弗列也推动了学术、公益、法律、宗教等等事业，让这些制度由威塞克斯传到全英格兰。因此，在众多英格兰的国王中，获得了大王的名称。现在回到这个故事，虽然用了 cake 蛋糕这个字，但绝对和我们今天脑中想到的蛋糕不是同一种东西。首先，里面没有糖，
因为蔗糖是后来才传入欧洲的。其次，当时穷人家也不可能有烤箱，都是拿着食材去公共烤炉烤，不然就在自己家里生火烤。所以阿佛列的 cake 可能只是带着水分的圆饼。这个故事别人怎么知道的呢？原来那时一个叫阿瑟尔的威尔斯修士写了一本书《The Life of King Alfred》阿佛列国王生平，里面记录了这个故事。不过当时书中写的是面包，到了1574年时，坎伯里大主教也出了一本书，书名完全相同，也叫阿佛列国王生平。在书中，面包变成了蛋糕。由阿佛列的故事可以看出以下2点：第一，由9世纪到16世纪，面包和蛋糕已经分开，大家普遍认为这是2种不同的食物，而且代表的意义并不相同。第二，煮饭是女人的工作，在阿佛列最落魄的时候去做女人的工作，而且是被一个卑微的女人分派的工作。阿佛列把面包烤焦了，还被他骂了一顿。如果烤面包是为了等一下要吃面包，还可以说是为了补充体力。可是那柔软的蛋糕似乎和正餐扯不上关系。由这样的分析，你就可以了解，如果用 cake 蛋糕取代 bread 面包，更能彰显阿佛列国王能屈能伸的英雄特质。话又说回来了，究竟饼干和蛋糕有什么不同呢？我们再来看一下发生在英国的故事。故事涉及2家食品公司的产品。英国的麦维他公司，大家应该不陌生，在市面上常看到麦维他消化饼干，请看它官方网页的左上方 Our Cakes and Biscuits 我们的蛋糕和饼干。我们点进去来看一下它的产品。这是 Jaffa Cakes 加发蛋糕。这种饼干融合了甜蜜的巧克力和直冲鼻腔浓烈的柑橘味。我们看一下加发蛋糕的剖面图，柑橘味是来自里面的一层果冻层。英国的税务机关陛下税务暨海关总署，英文名称是 HM。Revenue and Customs， 简称 HMRC。早在1991年，也就是民国80年的时候 ，HMRC 控告了麦维他公司。原来根据 HMRC 的规定，如果是饼干，在销售的时候要加上增值税，但蛋糕不用加这笔税。麦维他将这产品取名为 cake， 当然是要把它当蛋糕来贩售。你们觉得加发 cake 是饼干还是蛋糕呢？法院的判决结果出来，麦维他公司胜诉，理由有3项。第一个理由，加发蛋糕的原料有鸡蛋、面粉和糖，和一般所说的蛋糕原料相同，在制作过程中的面糊也不算浓稠，比较稀薄。第二个理由，加发蛋糕很柔软，不是印象中饼干那种酥脆的类型。第三个理由，说了个食物的冷知识，一般人并不知道。加发蛋糕和一般蛋糕一样，不新鲜了的时候会变硬，
而一般的饼干放久了则会变软。这是当时英国法院判断饼干和蛋糕的差别，你能不能接受？